继得罪中国被收拾后，立陶宛又惹毛了俄罗斯，踩踏底线。俄媒发出什么警告？为何俄罗斯要他的命？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过去一段时间，立陶宛上演着一系列反华行动丑剧，更是在台海问题上踩到中国红线，成功获得了美国的注意力和赞赏的同时，也遭到中国的反击。随后，中国外交部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华大使。这种措施在中国外交史上都非常罕见。此外，近日立陶宛最大新闻门户网 Delphi 报道，中国不再购买立陶宛产品。自中国召回大使后，立陶宛出口商就开始抱怨，中国不再从立陶宛购买粮食、奶酪和木材等产品。现在中国人不想在任何地方看到立陶宛公司，他们以各种理由终止了合作。虽然中方并未做出回应，但践踏中国底线势必要付出代价。在被中国收拾后，立陶宛又惹毛了俄罗斯。23号，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在参加克里米亚平台峰会时抨击俄罗斯，立陶宛从未承认，也不会承认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和吞并。他还呼吁国际社会一起对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行为采取同一立场，根据国际法则，全力支援乌克兰恢复领土。对于所谓的克里米亚峰会，俄罗斯表示愤怒，并将其视为反俄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将记下参会国家的立场，并作出反应。在这之前，立陶宛还多次指责俄罗斯发起黑客攻击，从其外交部窃取重要文件。立陶宛总统这番表态更将引来大麻烦。俄罗斯自由新闻网不久前发文警告，立陶宛已经把自己逼入绝境。分析称，一个体量如此小的国家，哪儿来的勇气同时挑战中俄？立陶宛独立法案签署人之一罗兰达斯·保劳斯卡斯坦言，立陶宛根本没有独立的外交政策，甘愿充当美国的走卒。很显然，立陶宛一系列的反中俄操作引起了美国的注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频繁给立陶宛撑腰，不会让立陶宛独自面对中国胁迫。美国和北约、欧洲伙伴将与立陶宛坚定地团结在一起。看到美国加油打气，立陶宛政客更像打了鸡血。然而，事实多次证明，充当美国棋子没有好下场。美国和谁站在一起，谁就倒霉。抱美国大腿有用吗？不仅没用，俄罗斯还能要了他的命。俄罗斯是立陶宛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重要的是，为了加入欧盟，立陶宛废除核能，只能从国外进口天然气维持电力，而其能源最大来源国就是俄罗斯。别忘了，俄罗斯近在咫尺，而美国却远在大洋彼岸。无论在经济、政治等领域，若是中俄一起打组合拳，立陶宛必非议。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大陆在台海周边不断的大规模演习，也让岛内舆论感到惊慌。最近，就有台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台军作战能力。事情的起因是在8月23号，当时台媒军文社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了阿富汗政府军快速被击败，塔利班重新夺回首都卡布尔的消息，而台军方在当天还十分确定地向岛内保证，台军的作战能力放在阿富汗也同样能取得相同的战绩，快速击溃阿富汗政府军。然而这份保证很快成为了岛内舆论攻击的热点话题，在网上一篇名为“台军作战能力有多少”的帖子很快火了起来。有一个自称曾在台军服役的网友透露，不谈装备武器差距，只论步兵作战能力和城镇攻防战的能力来说，台军会被打趴。当然，也有自尊心较强的网友强行狡辩，认为打海战和夺岛登陆，台军还是有机会赢，这也就是欺负阿富汗没海军了。当然，在帖子中有一个受关注最多的回复，是位名叫艾伦里的华裔网友，此人曾经在美军服役过，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官职务。艾伦认为，作战能力这个东西可以分成2个部分查看，一个是政治层面的，从台湾民众到台当局高层都十分笃信美国，认为美军必定驰援台湾，光是战斗意志上就和阿富汗傀儡政府没什么区别。第二个是训练层面上的，艾伦就自己在美军中受训的情况进行对比，认为台军缺乏有效且持续的军事化训练，这和阿富汗傀儡政府军的状况如出一辙。表面上看起来，台军像是一个有专业编制的武装力量，但是其训练方式却还是上世纪70年代才会采用的内容，以低成本的方式进行练兵，而且内部问题严重，各种丑闻频发，武器装备表面上进行了更新换代，但实则是虚报数字，充门面做表面文章。需要注意的是，岛内民众对于台军的看法普遍偏向于负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台军内部的腐败问题。网上有一个对两岸走向最经典的调查，台岛内的年轻人有 96% 的人支持战争，要抵抗到底，可一谈到全面征义务兵都要上战场，就只有 12.5% 的人表示愿意参军，而这个征兵制度有 86% 的人都强烈反对。如此大差距的数据对比就很有意思了。对于台军战斗力到底有多少，其实台军方退役上将陆军总司令陈廷宠在去年接受采访时就很直言不讳地表示，战斗力为0。日本居然这么好，竟然为了清理太空垃圾组建宇宙清洁队。我国专家点出其用意，果然是没安什么好心。敬请关注本期节目。随着世界科技的不断发展，
各大国家相互间的博弈已经不仅仅在地球上了，太空已经逐渐成为很多国家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一环。目前太空竞争主要是中美俄三足鼎立，不过像印度、德国、日本这些国家也不容小觑。最近日本就宣布要增设一支宇宙战部队。据环球时报24号报道称，日本防卫省准备增设第2宇宙作战队。要知道，日本第1宇宙作战队才刚在去年5月份组建，这么着急组建新的作战部队，肯定别有用意。据悉，日本在增设首支作战部队时，当时的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表示，日本成立这一部队的目的是为了检测太空垃圾，保护威胁不受其侵害，确保人类能够安全稳定地使用宇宙空间。目前该部队被部署在东京的航空自卫队基地，计划将在2023年展开行动。日本花费大量的成本建立宇宙作战队，只为了清理太空垃圾，这说出去恐怕连日本本国的民众都不会相信。我国航空学会专家王亚楠通过环球时报表示，日本没有必要为了太空垃圾特地的建立一支宇宙清洁队，检测垃圾可能只是日本其中的一个目的，想要从成千上万的太空飞行器中检测出其中的某个垃圾，这需要非常强大的技术支撑。如果日本完成了这一技术，那么将可以在宇宙中随时点位某个目标，这是相当可怕的。确实，现代战争中卫星的重要性，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没有卫星的存在，现代化的军队都将成为瞎子。而一旦日本掌握了这一技术，可以随时对他国的卫星进行定位并进行破坏，其后果可想而知。从这一点上来看，日本确实没安什么好心。从近年来日本的种种行为来看，日本是铁了心要紧跟美国的步伐，甘当做美国的急先锋。而日本建立宇宙作战队的针对的目标，很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防。而日本的野心不仅如此，在台海地区，日本甚至比美国还要积极，其高官数次在公开场合讨论，在其北方也是不断的挑衅俄罗斯，野心着实不小。总之，世界局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日本不会轻易的放弃这个机会，紧跟美国的脚步，不仅符合日本的利益，还能让美国放松对日本的警惕。从日本千方百计的想要解开身上的军事束缚就可以看出，日本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重回大国地位。不过日本这一愿望似乎不会成功，因为世界各国都不会对一个曾经挑起战争并且还充满野心的国家放松警惕，所以日本宇宙清洁队最终很可能还是会老老实实的替世界人民清理太空垃圾。默克尔拉上欧盟，集体给乌克兰敲警钟，安抚不成，反给美国挖坑。乌克兰指望美国力挽狂澜，真的会成功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目前，北溪二算得上是一个惹人注意的项目。一方面，美国借由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企图对俄罗斯进行敲打，进一步制衡俄罗斯，以期达到中美俄三国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德国与乌克兰因北溪二问题闹得不太愉快，使俄乌德三国关系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反目成仇一触即发。据悉，默克尔与普京会谈，两国重点提及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并达成共同意识。德国将尽力维护俄乌两国友好局面，并表示乌克兰依然存有天然气过境国的地位。除此之外，默克尔围绕此话题展开，拉上欧盟，集体给乌克兰敲警钟。默克尔声称，最迟在25年内，欧盟将在天然气方面实现独立，也就是说，乌克兰必须要有这个意识，欧盟很有可能会大量削减进口需求量。很明显，默克尔在北溪二项目问题处理上可以看出其坚持了与俄罗斯对话的一贯主张，这为后期的德俄两国及欧俄关系奠定了基础。更深层次来看，就是想要缓解俄乌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对背后的美国进行敲打。不过，德国的安抚基本是泡汤了，所有的说好话，乌克兰都不买单，而德俄两国友好建交局面挑起了乌克兰敏感神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声称，北溪二天然气管道一旦竣工，乌克兰将处于艰难处境，这很有可能会为俄罗斯军队提供方便，这不是没有理由的。莫斯科此前加大施压，部署数万名士兵在俄乌两国边境，这无疑是个威胁的举动。德国所谓的担保并不能解决隐患，而提及的前景也很模糊。随着德乌两国的谈崩，乌克兰似乎将美国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呼吁拜登政府干预北溪二项目，阻止德俄等国家的进一步动作，为乌克兰的安全提供保障。只是指望美国力挽狂澜，真的会成功吗？从目前看，拜登政府已经深陷分端，颇有点自顾不暇，而此时乌克兰求助美国，反倒是给美国挖了个坑，左右为难。一方面，美德两国就北溪二项目早前达成过一致，美国会为了乌克兰和德俄两国闹掰的概率性很小，这很明显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美国和乌克兰是盟友关系，面对盟友的求助，美国不帮忙又会陷入一个不义的境地，这会让美国的名声更差。但根本上看，还是利益为大，至于美国会不会帮忙，就要看哪边提供的利益更大了。